像他这样的人，一个又一个的寻我便可以一点点的在深宅内院中积聚名气，直到从这里走到怀王府，走到姐姐和九荣面前。这一天应该不远了。每个人都有，别抢没抢啊！每个人都有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每个人都有，都有。姐姐，你那个是什么字呀？这叫九灵堂，是我们医馆的名字。好吃？好吃啊！以后姐姐再给你们带。好，你看，那你再拿一颗。真是当灵医的，这都好多天了，满城乱逛，到处给小孩子发密件，这好些人家都找上来了。这么说，他们都知道九灵堂了？知道是知道，那就每人2颗，不能再多了。但是什么呀？说。但是人家说了，这九灵堂要是再这样扰民，人家就报官了。对。掌柜的，咱真的不管管？怎么管？少爷回信说，一切听从君小姐吩咐，没有君小姐的指令，不许轻举妄动。明天也来。哎呦，这不是京兆尹周大人的夫人吗？吃多了牙齿会坏掉的。慢点，给我2个。夫人慢点。小朋友，来跟我玩吧！来，哎，我还没跟你玩呢。这周大人是最能无事生非的主了。掌柜的，要不咱过去解个围吧？哎，等等，先看看再说。他们都跑了，不跟我玩。夫人，小姑娘，你都在这巷子转了好几天了，摇得叮咣乱响的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夫人，我是九灵堂的灵医。您府上有需要问诊的人吗？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啊，好大的口气呀！没有本事，自然是不敢出师。可是既然有医馆，就应该去做堂。要是灵医，就无堂可做。那你这挂着医馆的名义到处乱逛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夫人，九灵堂刚刚开张，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所以我先做灵医，以便于大家来求诊。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呀，这里是京城，就这一条街有3家医馆，虽说不全是名医吧，那也都是有名气的。我们病了，走过去看就是了，根本就不需要你这种灵医的。夫人，有些病我能治，别人未必治得了。比如说，我看夫人有胸罩。呸呸呸！好晦气啊！哪里来的骗子？快走快走！干什么？我们小姐说你有胸罩就是有胸罩。哎呀，夫人，您面色郁结，印堂发黑，脚步虚浮，想必是最近夜不能寐。照这样下去，您的身子是不行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跟你说，我是好心提点你。你要是治病救人的话，你就到那个缺医少药的乡下去济世救人。你别在这块儿装神弄鬼的，你哗众取宠。走走走，快走走！你让人赶紧把这块打扫干净，别让什么人都进来。是。夫人小心，奇奇怪怪的。柳儿，我们走。好。你甭说，咱们家这个君小姐啊，这耐心，这气度，还真是不错。刘掌柜，咱还跟吗？不跟了，回九灵堂。等他中午回去吃饭的时候，有些话我需要当面问问他。
我来拿吧。嗯，小心啊。君小姐，刘掌柜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刘掌柜，有些话，我想跟你聊聊。哦，您说。君小姐，你是大夫啊，别一见了别人就说人家有凶兆，这样不妥。您知道了。君小姐，恕我直言啊，你这是打算骗还是装啊？刘掌柜，你怎么能说这是骗呢？柳儿，这不是骗还是什么呀？连吉利不吉利、鬼鬼神神的都出来了。心生鬼，意生神，病来乱心意，气若邪祟入。周夫人这种，她就是因为自己的身子弱，精气神溃散，所以才会容易恍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周夫人，她真的有病啊？正是。你即便是如此啊，下回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就直接说人家有病，不要再说有凶兆。病害命，这就是凶兆。走。夫人，一会儿我将药方子开于你，你按照我的法子服上半月，便可痊愈。半个月？我这病得了好几年了，太医院的御医也请了，丝毫没有改变。半个月怎么能好？心病还要心药医啊，夫人。你的凶兆我既看得出，就有法子化解，您信我。斗胆问一句，你有孩子吗？我当时是真的没有法子了。我夫君当时在笑气，我如果生下这个孩子的话，我夫君的前途就毁了。你帮我告诉他，为娘那不是不要他，是真的没有办法呀。夫人，他也只是念着和您的旧情来看看你。不，你把他请走吧，陈大夫，我求求你了。夫人快请起。求求你了。夫人快请起，您坐。柳儿，这药丸配上这安神香，给夫人连续服上半个月。君小姐，这样做就可以了吗？睡好了，自然就可以根除了。小姐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孩的事情啊？难道你真的看得见？当然不是，只是望闻问切，再加上他那个一直没有离身的娃娃，由此推算出来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恭喜君小姐得了第一笔诊金，昨日的事我都知道了。
刘掌柜，恭喜早了。昨天的诊金啊，还没收呢。没收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君大夫，这是约定好的诊金。来，给我吧。替我谢过夫人。5000两诊金，不多不少。5000两。君小姐，这诊金这么多呀？对啊，不是什么人什么病都可以找小姐医治的。首先呢，得看这个病值不值得小姐出手，其次才是诊金。接下来咱们九灵堂就可以名声大振了。小姐，今日咱们还上街吗？去。云霄阁的人说，黄大人最近除了上下朝，哪儿也没去。黄子清呢？老样子，养着他爹的权势，卖官鬻爵，欺男霸女，除了人事什么都干，欠教训。等我哪天遇到他。二哥，想不想看看你没有胸罩，用不着我出手的场面？我不去。九灵堂，九灵神医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。来看看呀，姑娘，来看看。世子爷，这么巧？是啊，这么巧啊，君小姐。这儿又没有吃喝玩乐的地儿，你们是在……哎，我在你眼里就只会吃喝玩乐吗？就没点什么正事吗？世子爷最近心火挺旺啊，柳儿，给世子爷拿副药吧。哎，不必了，宝堂胳膊有伤，你看他吧。我胳膊这2天好了，不劳烦君大夫了。不如君小姐给我看看，我有没有什么病啊？不对，有没有什么胸罩？好啊。注意影响啊！好了，公子的身体好得很，不必担心。君小姐是在调戏我吗？三兵，你也有今天啊！原来这就是被调戏的感觉。为什么你要加个野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君小姐调戏过二弟，难怪二弟这么不喜欢君小姐。哎，我是大夫嘛，望闻问切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何谈调戏呢？确实，有这种波澜不惊的气度，除了上阵杀敌的将军，也就只有君小姐有了。什么气度啊？就是脸皮厚，没有羞耻心而已啊！哎，要说脸皮厚，那我们小姐跟世子爷那可是没法比。也不知道是谁在我们家小姐大婚之夜，不知轻重的就闯进小姐的洞房，又不知道是谁这隔三差五的就往小姐的院子里钻，还是翻墙呢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你说这脸皮厚不厚呀？我去干嘛？你俩还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还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。走了。那个，宝堂和三兵要请你去小酌，要不要赏脸去啊？我和大哥隆重的邀请君小姐。还有二哥，我很忙，多谢。君大夫，君大夫，我可找着你了。你看，我有胸罩吗？夫人没有。我没有，不如你去我家里看看，看看谁有胸罩。哎，我都听说了，周大人家的夫人啊，多少年的心病都让你给治好了，那是因为你一眼就看出她有胸罩。哎，君小姐，你就跟我去看看吧。也好，那请夫人带路。
这君小姐看病风格果然奇特啊！是啊，还是那么不正经。大哥，我有点饿了，咱俩去吃饭吧。走走走走。哎，等等我。君大夫，这边。像他这样的人，一个又一个的寻我便可以一点点的在深宅内院中积聚名气，直到从这里走到怀王府，走到姐姐和九荣面前。这一天应该不远了。